你知道欧洲哪把冷兵器最强吗？有人说攻击自如的罗马短剑，还有威力极强的德国双手剑，但其实他们都排不上前列。现在带大家了解一下10把欧洲最强的冷兵器。第10，罗马短剑。在冷兵器时代，战士挑选武器都是遵循1寸长1寸强1寸短1寸选的金科玉律原则，但是以步兵为重的罗马却不以为然，他们的首选肉搏近战武器竟然是短剑。原来这把近战武器罗马剑采用了西班牙的设计，把剑尖做的细长利于刺击，坚韧做宽，从而使得武器变得更为耐久不易变形，并且作战重视阵列的维持和长盾掩护。在这样的设计情况下，能够使得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做出准确而难以预料的攻击。近战肉搏的战斗优势极为明显，历史中就曾有一次在和日耳曼人的战斗中，此战双方被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人既无法敏捷移动，也无法将刺出的矛及时回收再次刺出，但是罗马人却能自由使用短剑攻击，这也是罗马军团靠着短剑称霸地中海的重要原因之一。第9，维京剑。作为欧洲最爱打家劫舍的民族，维京人在用剑设计上也是极其苛刻，往往喜欢双刃开锋，并且剑身的设计很宽。这些剑比起突刺性能，更多还是强调劈砍切割时的破坏力，所以维京剑一般设计平衡性良好，便于一手持盾一手拿剑挥舞。典型的剑长大多数都为70到80厘米，重量也是达到了1公斤至2公斤之间。由于这把剑锻造起来也是十分困难，十分贵重，自然也不是一个士兵随随便便就能使用的，这在当时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第8，瑞士长戟。它是标准的斧与矛的结合，和我们的方天画戟极为相似，在长矛的基础上加了一根很重的战斧。瑞士长戟在中世纪早已威名远扬，但是它的名气却不是因为它自己有多强悍，完全是强悍与残酷的瑞士骑兵打出来的。他们杀戮的不仅仅是战场的士兵，甚至是连掏钱赎身的俘虏也不放过，这也让瑞士长戟扣上了凶狠残酷的名号，并且后期衍生出长柄钩斧，砍人勾马腿两不误，和当时欧洲的佣兵制十分契合。10把欧洲最强的冷兵器，你觉得是哪把？第7，阔剑。1530年起源于欧洲，因为剑身之宽，在意大利称之为真正的阔剑，当时多为雇佣兵使用，其造型据说是由著名的五指短剑演化而来，外观多为双刃长剑，包含了多个血槽，并且把手处带有小型花篮，这种花篮能够在对砍时很有效地保护好双手，并且护手也可以用来攻击，可以说是做到了攻守兼备，是一种十分具有特色的长剑，在战场也能发挥十分出色的作用。第6，德国双手剑。它是德国雇佣兵最爱的武器，虽然它叫做德国双手剑，但是它并不是德国人首创而来，这种双手巨剑最早是由瑞士人使用，原因是因为这种剑的造价太过于高，瑞士的雇佣兵相比较更喜欢长戟，所以他们放弃了双手剑，但是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是在意大利和德国盛行起来。双手剑巨大的尺寸让人误以为这种武器十分沉重，但实际它有着与外形不符的灵活，在战场也是敌人畏惧的存在。第5，链锤。它是一种轻巧并且十分容易操作的武器，可以缠绕拖拉对方的武器，利用惯性可以对敌人造成非常大的杀伤力，可以配合别的武器来进行攻击和防御。它是在中世纪步兵和盾牌重甲普及时，攻击性大大超越锐器的存在。要是被这种东西锤了一下，即使穿了链子甲，也是极有可能被打成骨折。在进攻时，如果敌人举起盾牌防护，链锤用手柄前部由上至下打击，由于惯性，铁锤会出其不意地击中敌人，这也是大部分欧美游戏中链锤更克制重甲部队。第4，维京盾牌。在维京的作战战术里面，它被称为维京盾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攻守能力，对于维京人来说，要比很多武器更要管用。维京盾牌是由橡木板拼接而成，再用环形金属或者兽皮包边，使得盾牌坚硬无比。和伦马盾牌相比，它整体呈现圆形，行动起来并不会很沉重，可以使维京战士在作战中更加灵活。盘点欧洲10大最强冷兵器，今天它来了。第3，维京弓箭。罗马的大部分弓箭手都来自罗马雇佣兵，维京弓是由一个地形木材制作而成，通常使用紫杉和榆树，甚至苏格兰的松树也会被使用，从而使其强度变化最大可达100磅左右。它与平常的弓箭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高度，维京人使用的弓箭通常都在1米到1.8米，弓弦长有3至4米厚，由3股细线制成，这使它们能够在200米的距离进行射击，并且穿透力和杀伤力都有所增加。第2，欧洲蛙嘴盔。诞生于15世纪的德意志地区，也被叫做刺盔，中世纪西欧独特文化。作为一款完全覆盖住头部，只留下眼缝的整体式头盔，它的防御力也是极度可靠。这时头盔顶端还是平的，到了13世纪末，为了更好的分解打击的力量，大盔平顶逐渐向着圆顶和尖顶发展，防御力也是与日俱增。后续也衍生出护喉、护颈的出现，同时这类也给头盔提供了一个支撑，还有延续出的小堡垒盔和猪面盔也随之而来。其中小堡垒盔发明者做出了一个高明的决定，他把盔体分割成盔体和护面以及护喉，这种护喉进化成铁围脖，更加符合坚硬的板甲。第1，手半剑。作为现代影视中最常见的冷兵器，也被大家称之为主角必备武器。这把剑在长度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它的唯一特点就是设计了一个十字形的护手。它不仅可以通过长短剑的常用招
招式，而且上手也只需要简单的练上几天。最早出现在13世纪，手办剑的剑身开始有了狭长的凹槽，这使得重量更轻，重心也更靠后些。但是到了14世纪，狭长的凹槽被突出的剑脊所代替，因为带有剑脊的强度更高。在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中记载了手办剑对抗印第安人时发挥出超强的杀伤力，当时参战的印第安人足足5万人，西班牙却只有仅400人，打起来毫不逊色，并且击退了印第安人。